温柔珍藏某种人情百态，太孤独缄默，却比张姐好，别，来，你坐这，这是什么？快来帮我选。哇塞，这么多！青春畅销书作家，还有谁呢？刘同，这是日记吗？是，应该是吧？他说这什么歌啊？正歌啊？他说我是该变直的时候了。我是该质变的时候了。哦，直变的时候，变直，变质，那是过期了，坏了。对啊，走味儿了。8月26号，郑哥的每一句话都似一把利剑刺进我的胸膛。啊？我就看着他把那把剑插进去，然后拍拍手上的灰，转身而去。我竟报以微笑，我心里不好受。这种不好受是一个人进化的必然过程。好早熟。我谢谢他，其实我很对不起他。我是该需要一个人安静地坐下来，找一个可以谈心的伙伴，说说这些故事和自己的感受。再坚强的人，内心也是脆弱的。我在写什么啊？生活在一个圈子当中，不再被逼疯，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。而郑哥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活在现实当中的影子，见不得人。是的，对我来说，郑哥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指路标。我就分享到这儿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写啥。没有，我们大家都只是好奇郑哥是谁而已。其实我是这样的，张姐，郑哥是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，他年纪比我大。OK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是我的日记吧，就是我一个人喜欢坐在那儿碎碎念。你已经忘了当天的心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是因为可能15、16岁，然后遇到了什么事儿？对人生有很多的想法，又觉得自己不够优秀，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应该改变，然后获取更多人的喜爱。啊。其实我在20多岁都是谄媚型人格，直到我大概20多岁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每天被朋友控制情绪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儿，我就开始果断和他们绝交。开始怎么样认同你自己写的东西的时候呢？35岁左右，我才认同我自己真正写的东西，是因为其实我是31岁的时候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被更多读者知道的书，叫《谁的心中不迷茫》。因为那本书很奇怪，那本书其实有点像今天这个日记。所以当时出版社说刘同你30岁了，你应该出一本书纪念你自己过去的10年。然后就选了我很多的日记，我看到那些日记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夸张，好恶心，我就不想把它放在书里。但是那个编辑又跟我讲说，他说刘同你可以把这些删掉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你删掉不代表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只代表30岁的你不想承认你过去是那样的人。我觉得他讲得很对，于是呢我就把那些书出版了，确确实实很多人很喜欢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写的是什么鬼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自己心理压力很大。但我到了35岁，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哇，我好棒！我真的把最年轻的、最幼稚的、最真实的自我给记录下来了。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，我好厉害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你年轻的时候觉得很矫情、很恶心。当你现在厉害的时候，你才要感谢过去的那个自己的矫情。是，谢谢。对。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请金浩森读他的文本了？我觉得你们真的很鸡贼，就是你读吗？我是真很认真在准备我的很恶心的文本。我认为如果要更恶心的话，就是我们俩一起朗诵。好啊。他这个写的是流行的是当时的伤痕文学，他写的伤痛文学，对对。这是什么？他脸都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脸都红了。一人一句，然后再一起合，太可怕了！这节目太可怕了。来啦，要开始了吗？我喝曼特宁。窗外面，那就一起啊。绿的不真实。庞大的生气让人如此恐惧。我在写。眼泪不止的流下来。我甩了自己一巴掌，还想哭，又甩了自己一巴掌，终于不那么想哭了。我对自己说，哭有什么用？
你都这么多年没有哭了，然后我笑了。图哥，我给甩了。天哪，张不是，姐，你那张看，照片也很可怕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最可怕是上面那行字。你这是2008年08年写的，对。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其实我忘了，然后是蚊子找出来的，我很好的朋友，他翻出来这一篇东西。好，我想那我说在干嘛们看一张你拍的照片，我想问问跟这个有没有关系？你知道 OK 这个是这是我外婆，对。是我觉得我的青春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会比较自我，自己开不开心，自己喜欢什么，你会觉得你爱你的人吧，就特别是家里人会陪你很久很久，你不会去思考那个层面的问题，所以我会拍一些很奇怪的照片，拍一些漂漂亮亮的男生女生，对吧？然后其实到了2019年夏天，因为那个夏天对我来说太难了，就是比如我4月份我知道他生病以后得了胃癌晚期的，我就一直在老家待着，我就每天坐在那个很矮的椅子上，他就躺在一张比我更矮的椅子上，然后躺着拿输液，每一天我都陪他输液，然后我每一天对着的画面就是这个，因为他头顶是对着我这样。其实，在这个2019年夏天之前，我拍了那几年吧，我拍了很多他的生活常态。但这张照片，后面就是刚刚那张脸呢，是我给他拍的，很清楚的一张脸的正面照，因为我很怕忘记他的脸。然后还有一个四季豆的那个我外婆在还能行动的时候，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讲，她说，哎，她今天中午我要跟你妈妈给你做顿饭。我说为什么？可是我问出为什么的那一刻，我说好，因为我就大概知道她不大行，对。然后后来就拍了张照片，讲不出口，怎么这么难过？因为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对。然后呢，从小到大他都给我做这道菜，对。然后那天他最后给我做。所以这个对你的记忆非常的对的深刻。哇，这段也太那个了吧！我就全身在哽咽。没有，其实为什么我会选你的外婆来讲啊？是我自己对我来讲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遇到就是死亡这件事情。我在拍《最佳拍档》的时候，有一天我正在拍结婚，还穿着婚纱，然后他们就要停下来，就把我叫出去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：“你外公走了。”你知道？我就在那边，然后曾志伟就过来跟我讲说：“我们今天就收工好了。”你知道？我说：“你等一下。”我说：“你给我10分钟。”我就站那边，我就想了很久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外公一定不希望我现在收工。你知道？我觉得我外公一定希望我继续好好的活着，然后把工作好好的做好，你知道？然后我就转身跟导演讲，我说：“我们继续把今天工作做完。”所以有时候这样想一想，可能你接下来就会觉得说，其实你的外婆会希望你对活得更开心，后来就自己会去调整，对，但是那调整时间比较久一点啊。是，那一定的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